Hello， 欢迎来到加持桑的漫分享。今天我们来把玩这一款万代 robot 魂 anime 系列强袭高达1:144的强袭啊，万代也出过不少了，什么 FG、老 HG、HG 新生、老R魂、2G、1G 等等各种，一只手肯定是数不过来的。但毫不避讳的说啊，这款 anime 强袭算是我心目中市面上所常见的最满意的且接近1:144的强袭了。好的话不多说，先从本体开始。玩具全身上下零件表面都是像这样光秃秃的，说的好听点是接近动画，刻薄点来讲就是太素了，对比老的R魂就非常明显了。但整体体型修的倒还不错，四肢看就很饱满，稍微摆动下就像是从动画里走出来的一样，就很ANIME。而喜欢玩谐音梗的日本人不单单只对强袭外观进行动画化，ANIME 系列的核心也就是本意 Action Imagination Memory Emotion 证实了它耐玩、新颖、自由实现记忆中动画里的场景。当然这点就靠各位自己的想象力了。承载了产线核心的同时，价格还被打了下来。在现在动不动就是万元户的 ANIME 系列里这款果装的强袭的价格仍旧维持在3位数1字头。对于喜欢 ANIME 系列和强袭的小伙伴，绝对是不容错过。当然错过了也没关系，现在正好是拼多多暑期魔玩大促，联合众多模型品牌做出补贴，不计成本冲销量，1元就能拿下我手里这款 ANIME 强袭。另外我看同系列同作品的拉库以及迅雷等经典机体也都只要1元就可以购入。拼多多也是买模型的老渠道了，正品有保障。我跟官方磨了很久，要来了3000个粉丝专享1元秒杀名额，活动链接我放在评论区置顶了，只要链接还在，就是还有库存，赶紧冲向评论区吧。好的，那么回归话题，本款R魂 anime 强袭的头调也谈不上丑，只能说没有那么帅。虽然R魂不是正规明面上的1:144，但就以强袭的尺寸上来讲，其实都大差不差。连接脖子这里是一个球冠，你给它拔下来，换上 EG、HG 的头都是可以的。尤其是球冠对头部低头、向左向右都没有什么干涉，抬头时后脑勺这里会做出小小的避让，整个抬头幅度还是相当不错的。手臂可以向前轻微摆动，幅度虽然不大，但有总比没有强嘛。其余手臂平抬，腿部前踢、侧踢、后踢的幅度都非常可观，屈曲肘也都是接近180度的状态。尤其是膝盖位置是有多段转轴关节，去摆一些单膝跪地的造型可以有效避免大腿或者小腿过长而看着不自然的问题。脚踝位置除去正常的接地以外呢，这次R魂 anime 强袭在小腿位置也设有向内向外的活动关节，摆一些下蹲或者飞踢，这样人体动感很强的 pose 看着也都非常自然。腰部左右旋转自然不用多说，胸腰腹胯四处都设有内置关节，整个弯腰的幅度还是非常可观的。再配合胯部下移结构，这个腿都能踢过头顶了。别的模型都还在跑半马，你的强袭叔叔都开始100米跨栏了。就是从模型背后来看，这个屁股上下裂开2半，看就像一张嘴巴在讲话一样，还挺抽象的。别笑，你跑不过我，你信吗？配件部分各式各样的造型手咱就不细看了，武器部分的光束步枪以及盾牌在尺寸方面会比老R魂大上一些。随着新老版本R魂本体发色的不同，各自的盾牌的发色也都是不一样的。个人感觉anime版本这样冷白色的看着要更加舒服一些。就是这个盾牌上预留的2个特效件插孔看着也太穿帮了。相反anime版本光束步枪的发色相比老R魂看着就比较贴近玩具了。匕首部分新版的会比老版的多出一些涂装，外加顶部看着要更尖锐一些。此外玩具内还有针对本体提供的替换件，分别是头部2侧可拆装的火神炮发射特效件，以及2侧裙甲弹出内置匕首的造型件。这个我印象还是蛮深刻的，强袭首战对战经验的时候就特地给出了匕首从内弹射出来的镜头。最后还有背部喷口的这么一个特效件，其余什么空装、剑装、炮装就需要单独另外购买了。想必看到这儿就有小伙伴好奇，老R魂的背包能不能给新的用？很可惜两边接口并不通用，虽然都为长方形接口，但在尺寸上老的要比新的大上许多，硬要安装的话只能借助蓝丁胶的力量了。OK， 那么以上就是本套 robot 魂 anime 果装强袭的全部内容了。虽然玩具内附属的配件单调了些，但也正因如此才把它的购入成本一压再压，一张多就能拿下。便宜的价格，优秀的可动设计，真的非常适合作为年轻人入手的第一款 robot 魂。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差不多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各位的观看与支持，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